我脚下土地是俄罗斯，几百米外的对面就是中国城市黑河。曾经很多时候会有中国人偷渡到俄罗斯，所以边防边境管得很严。现在很少了，为什么？是因为中国现在也有钱了。两边的房子对比就能看出来，这边人生活悠闲，喜欢运动。这些房子都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布拉戈维申斯克是河边的这个房价要高一些，有钱人住在这边。越往里面去相对就房价便宜不少。我们再看看对面黑河，也不错吧。但这边生活显然要比黑河悠闲多了。三三两两在聊天儿，而且年轻人居多。俄罗斯的孩子远远比国内要多，而且有更多的自由。国内的孩子被大人无时无刻的看护，其实对心理和成长不利。说是一种保护，也可以说是一种囚禁。80年代的孩子还是有自己的空间，现在的孩子没有什么自己的空间，要么大人看着，要么就是辅导班。看着生活不错有吃有穿，有苹果手机玩，但实际上没什么自由。炮艇应该是装备 T-34坦克炮塔，76毫米火炮，还有12.7口径的机关枪，应该是后面是水雷。这里的洗手间是免费的，很多俄罗斯洗手间其实是收费的这里是免费的。这边的小的这些亭子很多都不开，这边的生存欲望和做生意的欲望没有那么强烈不像中国人每天都会开门。对面就是黑河了，有的建筑会不会也显得比较俄式？这边胜利广场很安静。1941到1945 CCCP 是不是很熟悉？这边放着火炮，很多车都是从日本进口的二手的，所以你经常会听到日语播报的倒车请注意，甚至很多时候会感觉像回到日本一样。这里是列宁像，苏联垮台以后，很多列宁像被推倒了，但这个城市还有，以及海参崴等城市还有，也就是弗拉迪沃斯托克。这边大学，我们可以看到门口还挂着孔子学院。孔子学院。这个是我爱布拉戈维申斯克这边停车方便，市中心也有的是位置。尼桑这边大部分都是日本车，这边小孩都自己去玩。路边和一些小区都会有这些免费的，说是小型图书馆还是应该怎么说？免费借阅
自觉拿回。然后不论是好的小区，高档的还是一般的，它必会有这种小孩的游乐场所，孩子们自己玩，没人看护，孩子比较自由啊。国内都是生怕摔了跌了。还有个小型的球门，篮球可以打，足球也能打，这个设施不错啊。虽然这个小区一般，但是一应俱全啊。还有花啊，还悬挂着俄罗斯国旗。俄罗斯还有一个就是教堂多，而且是金顶的。他们信奉东正教，认为自己是东罗马帝国的正统传人，所以与乌克兰的战争实际上也是宗教战争啊。信奉东正教的与不信仰东正教的人的之间的矛盾。西乌克兰那边并不信仰东正教，写着中文啊，化妆品、香水。看来中国游客不少。这边的男人比较有男人的气质和气概，不会像一些地区的比较娘很少那种娘的或者谄媚的表情比较娘的表情和一些做派动作，这边是很少的这边建筑风格也是赫鲁晓夫式楼。俄罗斯的公交站一直很有特色，它有很多各种公交站，很多美女都一个人在这儿坐着，说明很安全。像这个足球场平时也是这么开放着，不会像国内一样收费，随意使用。我们说自己地大物博，实际上没有，这才是地大物博。你还会觉得俄罗斯穷吗？座椅都是红蓝白国旗的颜色可以，有我初中时候的风采。小松鼠，人与动物很和谐吧？我这边没有吃的，我今天没有带。大家看这个车牌写着28，说明属于阿穆尔州地区。每个地区有一个数字编号。这边的左舵车和右舵车同时存在，所以俄罗斯有这个有意思的地方。老式的赫鲁晓夫楼，这边加这种栅栏的、铁窗的很少，我也是难得碰到。哇，腌黄瓜种类这么多，174卢布，人民币15吧。乐天的150卢布，人民币14，并不贵。这边奶制品最好了，我也最喜欢。一瓶酸奶52卢布，人民币4块多一点4块1。这边水果不便宜，西瓜也是，当然也不会贵的离谱。我一般来这里会点壶茶，然后这里的甜点很好吃，还有包子，310卢布不贵。牛排
，990萝卜也不贵。这个好像是鱼子沙拉，还有个主食。我们喜欢吃米饭、面条，这边主食很多时候吃牛排肉饼，加个沙拉。像我这顿饭吃了1570，在俄罗斯一般是给10%的小费当然你可以给，也可以不给。我一般情况还是会给的